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林涵，你的午餐又是泡面。办公室内，副经理徐海涛一脸鄙夷地看着我，一只手捏着鼻子，像闻到了什么恶心的味道。你能不能有点员工素质？天天吃泡面，味儿熏的人都快吐了。我低着头，不吭声。桌上是5块钱1桶的红烧牛肉面，泡发后糊成一团，连点香味都没有。同事们哄笑，有人故意夸张的煽风：哎呦这味儿，果然贫穷自带气息。徐海涛笑得更欢：你不是说你大学是金融系的高材生，怎么混成这样了？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搬砖的活？日结1天200，管饱。我依旧没回嘴，不是不会说，而是不想说。我来这家公司3年，从杂物干起，谁都不把我当回事。今天是我人生最落魄的一天，不仅女友分手，连银行卡也刷成负数。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是：林涵，你穷得让我看不起。我把泡面吃完，默默收拾了桌面。徐海涛又嘲讽：行了，快点滚去资料室搬文档，别耽误大项目。我刚准备起身，手机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。林少。电话那头是个中年男人，声音低沉而恭敬：老爷今早走了，请您回林氏大厦继承遗产。我身体猛地一震。林氏，3年前我因意外被安排以社会体验计划的身份进入这家公司历练。当时家族规则，谁能在3年内独立谋生，完成考核，才有资格接班。我隐姓埋名，从底层做起，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我的身份。现在林家掌舵人，也就是我养父逝世，考验结束。我缓缓抬起头，看着面前正得意大笑的徐海涛，唇角露出一抹冷意：叫你去搬东西，没听见？他不耐烦地吼。我站起身，拉开椅子，平静地看了他一眼：你让我搬？废话。我笑了笑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拨通另一个号码：林特助，我现在回总部。10分钟后，大厦门口轰鸣而起，一辆黑色迈巴赫稳稳停在楼下，前后跟着2辆劳斯莱斯，后排缓缓走下一排穿西装戴墨镜的男人，气场强到周围路人全都停下了脚步。林少，请上车。我正准备迈步，身后一只手拽住我胳膊，徐海涛脸都白了：林涵，你干什么？你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我转身，一字一顿：我要回我该在的位置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不配命令我。我上了车，窗户升起的那一刻，徐海涛的脸从愤怒、迷茫到惊恐，最后彻底崩溃。半小时后，林氏集团顶楼会议室，我推门而入，一众高管起身，齐声鞠躬：林总。我走到主位坐下，看着眼前投影仪上公司的资产分布、业务架构、股份情况，眼中锋芒毕露。我不是那个被骂吃泡面的小职员，我是林氏真正的继承人。我平静地吐出一句话：第一件事，解除与盛家广告的所有合作；第二件事，查查他们副经理徐海涛，看看有没有挪用公款。助手立刻应声：是。我靠在座椅上，嘴角扬起：徐海涛，你不是说我只配吃泡面？现在我让你连饭都吃不上。林涵，你开什么玩笑？盛家广告运营总监办公室，徐海涛脸色惨白地站在落地窗前，颤抖着接完一个电话，整个人差点瘫在沙发上。林氏那边说要全面终止合作，怎么可能？我们明明已经谈好续约了。前台突然冲进来，神色慌张：
徐总，林氏发来正式文件，要求立即清算所有合作项目，还说要查你挪用预算。我没有挪用啊！徐海涛怒吼：“你信不信老子现在打个电话，他们就得把那文件收回去？”他刚掏出手机，手机就叮地跳出一条推送：林氏集团总裁林涵正式就任，首次签署项目终止令。配图是他曾经不屑一顾拿泡面当笑柄的小职员林涵，坐在林氏主位，目光如电。徐海涛手一松，手机掉落在地。与此同时，我站在林氏集团的天台，俯瞰整座城市，金色晚霞洒满楼宇，我的手机却在震个不停，全是以前看不起我的人打来的。林总，我们是盛家那边的项目负责人，之前有些误会，您方便给我们个机会解释吗？林总，我是小周，上次误发那封投诉邮件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求您别追究，我一个也没回，我只回了一个人的电话，苏婉，我的前女友，那个在我最穷的时候跟我分手，还说你穷的让我看不起的女人。林涵，他声音里透着小心和试探，语气已经没了当初高高在上的轻蔑。我冷淡回应，有事，我在朋友圈看到你的新闻，你当上总裁了。我笑了，不该说你消息灵通，还是说你翻脸比翻书还快？他语气一滞，赶紧道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后悔了。我想我们能不能见一面，好好谈谈？我想了想，说明晚7点，天悦酒店顶楼见。他急不可耐地答应。好，我看着天边的夕阳，眯起眼，来吧，我就等你来求我。第二天，天悦酒店顶层，包间雅致，水晶吊灯华丽。我一身定制西装，坐在窗边，单手端着红酒杯，安静等人。苏婉准时出现，穿着一袭收腰礼裙，妆容精致，像是用了最贵的粉底遮盖了曾经的疲态。他一见我，神色复杂地走来，微笑道：“你变了，人穷的时候才配装孙子。”我淡淡回，他脸色微变，强撑笑容坐下。你别这么说，我其实一直对你有感情，只是那时候太年轻，太不懂事。我盯着他看了一眼，没说话。他挪了挪位置，凑得更近了些，手还试探性地伸过来。我们还有机会吗？我轻轻躲开，起身倒酒，淡淡一笑。你确定要复合？他点头。我可以辞掉现在的工作，专心陪你。哦，我眉梢一挑。你现在在哪家公司？盛家广告。他说完才意识到不对，脸色陡变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是盛家哪个部门的？市场2部，刚刚升任小主管。他嘴唇发抖，我看着他，笑意加深。恭喜你，现在是失业人士了。什么？昨天你们主管挪用预算，我顺手把整个市场2部裁了。我轻描淡写地说。苏婉猛地站起，林涵，你这么做太过分了。我冷笑，你嫌我穷的时候怎么没觉得过分？他张嘴还想说什么，门突然被推开，一位穿正装的林氏秘书走进来，语气公事公办。林总，盛家苏婉女士录用信息已被撤销，账号权限已冻结，解除手续已处理。我挥了挥手，你可以走了。苏婉脸色煞白，目目相对，你会后悔的。我摇头，我只后悔曾经瞎了眼，信了你。他踉跄着冲出包间，包间恢复寂静。我坐回沙发，眼神却前所未有的冷静。这一局，我只是回了他一个巴掌。接下来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林涵不只是富，我更记仇。我不会咬人，
但我从不忘记谁踹过我。第二天，林氏官网首页挂出全新战略布局图，我亲自签字发布。林氏集团未来3年将全面展开全国布局，对旗下中层员工重新评估考核，坚决清除一切内耗与低效。舆论炸了，林总动刀子了，这哪里是少爷，他就是企业刽子手啊！听说他前女友当场被炒了，还被禁止进入林系所有子公司。我看着手机上不断刷新的评论，脸上波澜不惊。这才刚开始，我要的不是让人害怕我，我要让人记住林涵是个连一碗泡面都吃得下的人。但如果有人在他最穷的时候踩了他，他会在最高处用最轻的声音毙命。林氏集团顶楼董事会会议室，空气中弥漫着厚重的香水与茶香，10余位董事分列两侧，个个神情肃穆。会议桌尽头，我坐在主位，单手托腮，神色冷淡。今天是我上任后的第1次全体董事会，也是他们筹划架空我林涵的第1步。林总，开口的是王董事，50多岁，穿着考究，笑容客气，却带着压迫。我们一致认为，您虽是继承人，但在集团管理方面缺乏经验。为了公司长远发展，我们建议由副董事长张静临时接管决策大权，您可以安心学习半年，逐步过渡。此言一出，会议室气氛微变，几个董事低头点头，几人冷眼观望。张静靠在椅背上，神情随意。林总，这也是为了您好，我们这些老骨头见得多，年轻人容易冲动误事。我笑了。冲动误事？我轻轻转动钢笔。你们的意思是把我架空？王董事皱眉，不叫架空，是培养。张静耸肩，我们只是希望你别太辛苦。我站起身，缓步走到窗前，望着城市繁华，语气淡然。所以你们坐在这，就是想告诉我，林氏集团我可以姓林，但不能由我掌控。林总，您别激动。王董事笑着起身，我们会给您保留名誉职位，只是实权暂时交由。啪！我拍下平板，会议桌上瞬间投影出一排股份转让合同与银行回执。诸位董事，我尊重你们的担忧，但很不巧，在开会前，我刚刚完成了一项小操作。我收购了你们背后5家2级控股公司，获得董事席位的实际投票权。张静猛地起身，你说什么？我转身，神色平静而锋利。你现在代表的是张家，不好意思，张家刚才那15%的股份已经转到我名下了，你们所谓的联合投票权已经失效。从此刻起，林氏董事会我说了算。会议室炸了，这不可能，他怎么有这么多资金调动？是不是有人帮他？我望着他们慌乱的脸，轻笑一声，你们以为我只是个继承人？这3年我在外，不止学管理，也开公司、投项目、收购股权。你们不查是你们眼瞎，现在要么滚，要么等我慢慢清算。张静气得发抖。你敢？我点头。我不只敢，我已经做了。你可以去财务部问问，今天起，你的薪资和权限都被移除。还有你王董上个月私自批下的那笔项目款，账本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等着去解释吧。两人脸色铁青，恨不得当场掀桌，但他们知道，今天他们彻底输了。会议结束，秘书长疾步进来，林总，新闻发布会已准备就绪。我点头，收起文件，让媒体准备好。今天我要亲自告诉全城，我林涵不是林家的傀儡，
2个小时后，林氏新闻厅，无数长枪短炮对准主席台，弹幕飞速飘屏。林氏新掌门登场，据传年轻总裁刚刚清洗高层董事，打脸加接班，等于帝都最猛继承人。我身穿黑色定制西装走上台，全场安静。我看着镜头，沉声道：“我叫林涵，是林氏新任掌门。今天起，我全面接管集团，推进组织改革，肃清内耗，整合资源。”有人说我年轻、冲动，但我想说的是，年轻代表胆量与速度，冲动代表热血与担当，而我将用结果回应质疑。话音落，全场掌声雷动，无数媒体争相报道林家小少爷强势接班，血洗旧权，网络热度直线飙升。井号最年轻掌门人逆袭全场，井号林涵碾压董事会，井号。夜晚，我站在林氏大楼顶端，手里捏着一枚古旧怀表，那是养父留下的。孩子，权力不是继承来的，是你自己拿回来的。我轻声笑了，爸，我做到了。风很大，但我的眼里只有更远的地方。那些曾挡住我的人，现在连站我身边的资格都没有。林氏改革风暴席卷全城，原董事张静、王泰等人被彻查，多项违规项目浮出水面，金融圈震动。所有人都意识到，那个曾经默默无闻的林家小少爷已彻底掌控了权力核心，但也因此引来了真正的对手。林涵动静太大了。帝都东郊赵氏集团会议室内，赵家二公子赵云亭捏着手里的红酒杯，冷笑一声，不过是个刚上任的小子，竟敢清洗整个董事会。听说他还打算插手我们赵氏的科技并购线。下属点头。林氏集团内部已开始竞标安拓通讯。赵云亭把酒杯放下，眼神冰冷。林涵这是在挑战赵家，给我联络媒体，释放消息，就说林氏资金链可能断裂，顺带把那点旧账往外抖一抖。我要让他知道，林家再大也压不住赵家。风声很快传来，各大财经频道陆续出现林氏集团动荡期风险评估的匿名投放稿，暗示林涵年轻鲁莽，用权激进。林氏股价开始波动。林总，财务负责人急匆匆赶来，有7家外部基金暂停了合作投资计划。我翻了翻手里的文件，冷笑一声，赵家终于出手了，很好，我等这一天很久了。当天晚上，我亲自赴约出席一场私下的资本圈宴请，地点是琼宴会所，帝都权贵最私密的社交场所。赵云亭也在，他身着白色西装，笑容潇洒而倨傲，一出场就被众星捧月。他一见我，挑眉冷笑：“哟，这不是林家小韩少吗？听说你最近很威风，把自己家董事会都掀了。”我缓步上前，面无表情。赵少也是很能投广告。赵云亭一摊手，林氏不过才动一动就慌了，说明底子还不够硬，年纪轻轻有这份胆气是好事。他语气一转，笑意却透着轻蔑，但别忘了，帝都不是你一个姓林的说了算。我淡淡开口，你说的没错，帝都确实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可只要我愿意，赵家也一样说不了。赵云亭眼神一寒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转身从助理手里拿过一个文件夹，拍在他面前。赵氏近3年资产整合图、资金回流报表，以及你弟弟赵云川涉嫌操控中小股权转移的证据。我手里
已经掌握你们赵家目前20%关键资源链。赵云亭脸色狂变，你早有准备。赵氏布局安拓科技，我早就盯着了。我靠近他，语气平静而致命。你以为我刚刚出手？不，赵少，我是在你们以为林寒只是林家傀儡的时候就已经动了。第二天，林氏官网发布重大声明，林氏正式控股安拓通讯，掌握其51%控股权。同时，赵氏与安拓并购谈判全面破裂，帝都商业圈一夜震动。林寒太狠了，赵家要被他反杀了。这不是继承人，这是资本猎手。赵云亭连夜召开董事会，几位赵家长辈气得当场拍桌：你们这一代人太大意，林寒根本不是毛头小子，他是野狼。1周后，我出现在帝都国际资本论坛，现场云集各大集团掌门人，记者疯狂拍摄。论坛主席特邀我作为青年代表上台演讲，我面对全场平静开口：我叫林寒，曾经我吃泡面挤公交，没人搭理我。现在我在3个月内完成高层清洗、股权重组、跨行业收购。有人说我太快，但我想说，这不是快，这是应该。我不靠别人，我就是靠山。全场掌声雷动。演讲后，我接受专访，记者提问：请问林总，您是如何看待赵氏这次并购失败？我淡淡一笑：商业世界没有失败，只有不够快。下一次，希望他们跑快点。回程路上，助理将一份数据递给我：林总，安拓新项目启动，赵家园合作方主动找我们签约。我点头，都接下。这就是资本世界。我望着窗外，谁先下手，谁就主宰。夜色中，我一人登上林氏大厦顶层，曾经仰望这座城市。如今，我站在了制高点，风吹乱发，我捏着那枚熟悉的怀表，低声道：爸，你说过，靠山靠水，不如靠自己。今天我懂了，别人有靠山时，我成了山。从今往后，谁想动我，先问问我，答不答应？林氏一战成名，安拓通讯并购案落地后，林寒的名字正式写入帝都金融圈的核心名单。各大资本、基金、高层媒体纷纷聚焦这位最年轻掌门人，而我仍坐在林氏总裁办公室，静静翻着文件。就在这时，助理敲门而入：林总，几个您过去的老同事打电话预约见面。我轻笑：哪个老同事？盛家广告那几位？他们说想表达歉意，让他们来。我合上文件，起身望向窗外，账还没算完。次日下午，林氏接待厅，盛家园副经理徐海涛、项目主管李楠、行政负责人韩威一同前来。他们衣着整齐，脸上挂着虚假的微笑。林总，好久不见啊，真是气象一新啊。徐海涛捧着一份礼盒，恭敬的像个服务员。我们几个，过去有眼不识泰山，今天来是专门赔礼道歉的。我坐在主位，淡淡点头：坐吧。3人如临大敌般坐下，小心翼翼的，不敢看我眼睛。林总，您看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合作？我们愿意以最低价承接林氏广告投放，绝无怨言。我嗤笑：最低价？你以为林氏缺钱？他们面色一变，忙又陪笑：当然不是，我们只是想挽回关系。我抬眼望向他们：你们还记得我是谁吗？3人噤若寒蝉。你们记得那年我坐在办公室一角，被你们笑穷笑懦弱，每天吃泡面、跑腿搬资料，
连句好话都不配听。你们徐经理骂我一事无成，李主管背后笑我土鳖，韩小姐当众让我滚出办公室。现在就因为我变成林总了，你们就想来赔罪。我语气一沉，你们觉得我会买账？空气瞬间凝固，徐海涛的脸僵硬扭曲，支吾半天。林总，我当时真不知道您身份啊，要知道，你说的对。我忽然笑了，你确实不知道，但你知道什么叫尊重吗？尊重从来不是因为我是谁，而是你是什么。我按下桌边按钮，保安，几名身穿西装的安保人员进门。这3位终生列入林氏黑名单，旗下所有子公司、合作单位不得雇佣。徐海涛失声喊：林涵，你不能这样！我在行业干了20年。我起身淡然扫他一眼，那就回去重新学学做人。盛家众人被赶走后，助理将下一组预约人带进来。我一愣，那是一对中年夫妻，苏婉的父母。苏母搓着手，一脸善笑：林总啊，我们这次来是想和你谈谈苏婉。我没说话，只看着他们。苏父清了清嗓子：我们那孩子年轻气盛，说话不中听，其实他心里一直有你。苏母急忙附和：对对，他现在在家都不出门，天天哭，后悔的要命。他说如果你能给他个机会，他一定重新做人。我冷笑：当初赶我出门的时候怎么不说这些？你们家觉得我穷，配不上他，现在我做上来了，你们就开始找我谈感情。苏母低声下气：林总，年轻人嘛，谁没眼拙过？我目光如刃，他当初看不起的是我的人，而不是我的身份。我不会再信一个用金钱衡量尊重的人。他后悔是他的事，我的人生不留垃圾回收口。苏府涨红了脸，苏母眼圈发红：请回吧。我起身：下次再来，我连大堂都不会让你们进。当天晚上，我一人开车来到夜市旧街，这里曾是我打拼3年的地方。夜摊还在，铁板香气仍旧。路边一位大爷热情招呼：小伙子吃点不？这牛油锅贴还是你以前最爱。我笑着点头：老味道不能换。吃到一半，老板娘从后厨出来，一眼认出我：小林，你是小林吧？我就说你将来能出息。他端上一碗豆花汤：请你吃，不要钱。我轻轻握拳，笑着点头：谢谢你。老两口是真正记得我，在我穷困时愿意对我好的人。以后你来，我们就不收钱了。老板说。我却将卡递出：我不是来蹭饭的，但如果你们愿意，我可以让你们的店扩张成连锁。我投资。老板激动得说不出话，老板娘眼眶都红了。离开夜市，我开车经过原公司大楼，那盏熟悉的顶灯仍亮着，而我已经不再属于那里。我低声呢喃：他们都后悔了，而我只是走到了该在的位置。我从不争不抢，但你们若把我踩在脚下，我会让你们后悔到骨头缝里。第6章，从废物到传说。深夜，帝都金融频道突发头条：林氏集团市值突破2000亿，林涵荣登年度最具影响力企业家榜首。3个月前，没人会相信这个消息，而现在，整个城市都在为林涵2个字疯狂。帝都财经峰会召开前夜，我在办公室加班到凌晨，窗外霓虹流转，手机屏幕被未读消息刷爆：林总，我是中远基金高管，我们愿意提供10亿跟投。林总，恭喜您入围全球青年企业领袖名单。林总，
请问有兴趣参选明年亚洲金融论坛常驻成员吗？我没看完，直接关机，抬手揉了揉眉心。秘书敲门送来晚餐，犹豫着说：“林总，您真的不考虑休息一晚？”我笑着摆手，我休息的时间是站稳以后，峰会当天，帝都会展中心万人空巷。我步入主会场时，来自全球的商业领袖、上市集团高层全体起立鼓掌，主持人声音铿锵，掌声欢迎本届最年轻的嘉宾代表林氏集团董事长林涵先生。我身穿深灰西装，面无惧色，缓缓走上发言台，灯光汇聚，我看着台下无数闪光灯，想起那些曾把我当成废物的人。我张口：“大家好，我是林涵，一个曾吃泡面、被人嘲笑、被公司赶走的打工仔。”全场哗然。但现在我是林氏集团董事长。有人问我为什么能从底层爬到这里，我的答案很简单：我不怕痛，不怕低头，也不怕从头再来，我怕的是没有骨气。在这个时代，谁都可以低谷，但只要你不甘，就没人能定义你。我是废物吗？你可以笑，但你不能忽略，我用3个月让所有人闭嘴。我从不争第一，但我不允许被看扁。所以今天站在这，我不感谢任何嘲笑过我的人，你们不是我的动力，只是我路过的灰尘。掌声轰鸣，全场媒体竞相报道。林涵，最有态度的掌门人。我是废物吗？一问封神。当天晚上回到别墅，我推开门，看到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直播回放，红了眼眶。你爸要是能看到。我走过去坐下，握着他的手，他会骄傲。你也别太辛苦。他说不会的。我轻声回，我只是走到了该走的高度。爸说过，林家不需要继承者，需要主人。我会做那个主人。几天后，一纸委任文件公布，我被正式任命为华夏青年企业家联盟主席，并将主导国家级数字基建合作计划。那一刻，我真正站上了权力之巅。某日下午，我穿着简单白衬衣走在原来住过的小巷，楼下烧饼摊还在。老板娘看到我吓一跳：“小林，你真的是那个林总？”我笑着点头：“我还是你家5块钱吃一顿的那个林涵。”她红了眼圈：“那时候你连早餐都欠账，还说下个月发工资就来还。”我点头：“我没忘。”我从口袋拿出支票本，填下一串数字：“这家铺子我出资帮你升级。你儿子不是想开连锁吗？”老板娘看着那张支票，手都在抖。我说：“谢谢你们不看不起我。”她泪如雨下：“你是个有良心的孩子。”夜晚，我走回豪车，助理问：“林总，您还要回公司吗？”我摇头：“带我去个地方。”半小时后，我站在一座墓碑前，那是林家老爷子，我的养父。我在墓前站了很久。爸，你说我得撑住，我撑住了。你说林家不能交给懦弱的人，我也没有。你走的时候，我还被人骂是废物，现在他们说我是传说。我轻轻放下一瓶酒，一张照片，一枚怀表。谢谢你把我当亲儿子，我答应你会把林家带向更高的地方。3天后，财经杂志发布封面人物专访，我站在林氏大厦顶楼，身后是整座帝都夜景，标题只有8个字：从废物到传说。而我终于不用再证明自己，因为我早就成为了自己最想成为的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
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